明年的21大，习近平必须要重整中央军委。现在的军委根本就没法打仗，谁可能会成为分管作战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呢？他可是要代表军方进入中央政治局的24人牌桌的。现任的国防部长董军会留任呢，还是会出局退休？另外，老习为了防备出现第二个张又侠，有没有可能将现在的7人团队扩展到11人？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的7月30号，昨天咱聊的那个中办主任的热门人选，今天咱聊一个另外关键岗位，就是军委第一副主席。现在已经有2匹黑马在竞争了。聊这话题之前呢，咱必须看一下现在的军委已经是个什么样子了。20大初期一共是7人，现在就2人了。老习和一个分管纪律，也就是分管整人的委员，现在是刚刚升任副主席。但是作为一个大国军队有件事儿必须要落实，就是有职有权。这么说吗？如果你现在没总参谋长、没总政治部主任，只是代理不服。为什么呢？在军队非常讲究个军衔儿，你是中将，我也是中将，你只是带一下，我凭啥听你的？所以说必须得有职有权，重新建立分管作战的军委副主席。你像这张生民政委出身，搞人搞思想工作可以，你指挥作战那是个外行。咱们现在呢，先说一下老习对于中央军委他有自己的规则。如果你了解了这3大规则，你大概就能够排除谁有可能会成为这第一副主席了。他的第一大规则就是非常讨厌内部晋升。你看吗？他主政这10几年来发现不对，只要是副参谋长转参谋长，什么副主任转正主任，通常是换汤不换药。他喜欢什么呢？喜欢从野战部队冲至到这个军委，他喜欢这种打仗的上来。而这些副职通常称为一个技术官僚。第二，他特别喜欢空军。你看最近晋升的上将，包括现在的这个几名干将，都是空军出身。说明什么呀？他在20大、在18大掌握军权以来，他就发现有2个窝腐败高发。一个是总装备部，负责什么火箭注水的第二个呢就是火箭军。这里边呢扒拉来扒拉去，换了几茬了，一直腐败，干脆他就得换别的单位。后来他发现这空军不错呀，跟着我的这几任司令，你看他掌权的第一任空军司令叫许其亮，后来的马晓天，包括后来的几任司令通常情况下没大事儿，他就觉得空军的人比较廉洁至少那战斗机你没给我摔下来没给我什么出现零件，更不可能出现注水。所以说空军接下来会大量的干部上去。除了这2个，其中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他现在该到了集权的时候呢，还是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候呢？咱必须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当年他执掌军委的时候是11人，而且这个11人呢，他有自己固定的职位的。只要是这个职位，比如说总参谋长或者总政治部主任，你只要是那个职位，你必须进军委。但是他掌权以后发现不行，人太多了以后削弱的是主席的权利。后来他干脆完成了军改，然后呢搞了15个平行的部门。他削的谁的权？削的是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的权，干脆把这个海军司令2炮司令、空军司令清洗出这个中央军委了。后来只有7个人。那咱们就来看一下你既然都已经知道他的用人规则了，那接下来我们预测明年21大他的几个人员的构成。先说分管作战的副主席吧，有2人选。其中最大的人选就是现在的中部战区司令
空军上将韩胜言。他为啥能成为分管作战的副主席呢？这里边也有一些苗头啊。首先啊，这个韩胜言现在是中部战区司令，是负责首都安保和整个中部战区的，政治上没问题吗？而且成为93大阅兵的总指挥，让他亮亮相。所以说啊，这个人政治和形象没问题，分管作战呢，这可能是第一人选。当然了，也有个第二人选，就是现在的东部战区司令叫杨志斌。但是我感觉呢，他可能更适合另外一个角色。你看，如果说这个韩胜言成为军委的第一副主席，正好和搞政工的张生民啊搭个班子。接下来几位固定的角色，总参谋长现在呢是一个副参谋长临时兼代，但是仍然是中将。这就说明老习根本就没看上他，不想让他升上将，就让他临时看守顶替一下。他的人选我判断大概率是那位叫杨志斌的东部战区司令。因为他呢在南部战区的时候干的就不错，他是空军干部，现在有分管东部战区以后的对台作战，所以说他去管这个总参谋长。如果接下来要打台湾的话呢，他对自己的部队也很熟悉。好，除了这几个角色，还有一个角色特别重要，就是国防部长。在整个的军委当中，国防部长的角色不管打仗，但是他管钱，就是整体万亿级的国防预算，你拨给哪个单位，包括战时的征兵、平时的训练，包括对外的外交和美国防长的对谈，都是他出马。这个角色我判断呢，董军他大概率是要到龄退休。按照惯例国防部长都是高配的，至少得是国务院的国务委员，再就是中央军委委员。但是你发现没有呢？这次的董军他当了国防部长以后，既没有升为国务委员，也没有成为政治局委员，副国级给他没戏。我想大概率他到明年是平安落地退休，对他来讲就不错了。那接下来的国防部长候选人那就比较多了，在这儿呢咱打一个问号。除了防长、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现在有一个叫陈德民的，他有可能会进一步往上升。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总后勤部叫陈志上将，也是大概率会留任。这7个人不就出来了吗？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一下，老习把原来的11个人为什么要砍成7个？刚才咱们讲了，是为了实现主席负责制，削其他人的权。你这么多人，不就稀释我的权利吗？但现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出过2任副主席、3任国防部长都出问题了，他就发现现在应该到了给大家分权的时候了。那只有把军委扩编恢复到原来的11个人，就是把海军司令、空军司令、2炮司令你都回来，这样每个人的权利不都被削弱了吗？最终他仍然是主席负责制。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对。如果您对于明年的军委副主席以及总参谋长的人选有自己的观点，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明天再会。